酷泰克10號電能基站，它是一台完成度很高、產品思路也很成熟的桌面電能中心，功能很多，但並不是單純為了堆功能。測試成績和內部的用料基本能夠相互對應，也延續了酷泰克重視性能和輸出品質的產品路線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上一期我們已經把酷泰克10號電能基站的測試片做完了，手機兼容性、多口分配、烤機、效率和文波這些表現，大家可以去看我上一期測試片啊。這台機器是帶屏幕的桌面快充排插，裡面集成了 AC 插座、多口快充、電源轉換、智能控制，還有這個磁吸萬向屏和 POGO 擴展接口。這一期拆解就是看高壓和低壓區域隔離做得如何 ，AC 插座部分是銅排還是導線，快充模塊、散熱結構、屏幕和 POGO 接口又是怎麼設計的？咱們話不多說啊，開始拆解這個10號電能基站。警告的話語，咱們每期都要講啊。充電寶、充電器拆解有觸電爆燃的風險，請大家不要模仿。這個產品拆解，我們先把這個屏幕拆開看一下。拆開外殼以後，我們先來看這台電能基站的插座部分以及內部的結構。它採用的是比較清晰的模塊化設計，
AC 插座和快充適配器是2個獨立的模塊，交流輸入進來以後，一路直接就是插座部分，另外一路則進入適配器模塊，2套功率路徑基本互不干擾。我們先看這根 1.2 米的交流輸入線，我用毫歐表實測，它的低線類阻 27.7 毫歐，火線是 31.4 毫歐，零線 27.5 毫歐，3根線基本都控制在30毫歐左右，這個表現還是不錯的。插座模塊內部採用的是 0.5 毫米厚的黃銅導電條，2孔插座和3孔插座都帶有安全門，內部銅條的卡位和插孔的夾持結構做得比較緊湊，交流通路也很直接。再結合咱們前面2700瓦的交流負載，連續跑了1個多小時，整機的溫升依然很低。這套插座結構的實際表現和內部的用料是能夠對得上的，而且插座模塊和內部的主要結構件採用的也是 V0 級的阻燃 PC 材料。對於這種長期接市電又要承擔大功率負載的桌面設備來說，安全門、導電結構、阻燃材料這些基礎安全設計都很完整。再來看旁邊這塊獨立的適配器模塊，前面測試片裡這套電源的表現其實已經很有特點了，手機協議兼容比較全面，多口使用能夠正常進行功率分配，而且不會頻繁的斷連，還有極品輸出文波也是它的一大特點。至於內部用了什麼樣的功率架構，接下來我們進入適配器電路部分，沿着交流輸入一路往後看。先從交流電進入適配器主板的第一站 EMI 及 PFC 電路開始看。蘇州華德電子曼榮保險絲負責交流輸入端的最基礎的過流保護。華德電子2000年成立，專注保險絲及各路電路保護元器件的研發製造。綠色 NTC 熱敏電阻用來限制上電瞬間高壓電容產生的浪湧電流。第一級 EMI 採用一顆小型繞線式共膜電感，配合廣東速溶電容器 0.33 微法 X2 安規電容共同工作。速溶電容器2003年成立，長期研發生產安規電容以及各類金屬化薄膜電容。一顆尺寸更大的扁平銅帶式共膜電感繼續組成第2級共膜濾波。江蘇陽捷電子 D6UB100 橋式整流器，規格是6安1000伏，完成交流到脈動直流的轉換。陽捷科技2000年成立，專注整流器件 MOSFET 等功率半導體。2顆速溶1微法450伏薄膜電容，配合一顆環形濾波電感，組成派型濾波網絡，繼續處理後級高頻功率電路產生的插膜開關噪聲。適應 GS3MBF 的2極管，用於 PFC 旁路保護。這個電源的 PFC 控制器來自深圳 BEV 電子，型號是 KP2806A， 為一顆高性能準諧振反擊式 PFC 控制芯片。BEV 2014年成立，專注高性能模擬及數模混合集成電路。真正承擔高速開關的是來自深圳伊諾賽科半導體的 603TK 氮化鎵功率管。伊諾賽科2015年成立，專注硅基氮化鎵器件研發與銷售。PFC 升壓整流使用 ES5JGR 超快恢復2極管。這個適應 IPQ20013 的大尺寸磁性旗艦就是 PFC 升壓電感，高壓能量存儲在2顆香港東家電子 KZM 系列高壓電解電容裡面，單顆27微法420伏內壓。東家電子1984年成立，長期以鋁電解電容及固態電容研發、製造、銷售為核心業務。保險保護、2級共膜濾波、整流、派型插膜濾波，再到主動 PFC 升壓，到這裡交流事件才算完成進入主功率轉換電路之前的全部處理。接下來就到了這台電能基站適配器部分真正的核心 QR 準諧振反擊主電源。香港東家電子 KZM 系列電解電容負責主控的偏置電源濾波。整套反擊電源的控制核心來自深圳 BEV 電子的 KP2208H 諧振反擊控制器。真正承擔初級高速開關的依然是一顆伊諾賽科 603TK 氮化鎵功率管。高頻能量隨後進入適應 TTQ25014 的主變壓器，完成高低壓之間的隔離及能量傳遞。2顆四川特瑞祥科技貼片式安規 Y 電容，為高頻共膜噪聲提供受控的回流路徑。特瑞祥成立於2014年，長期專注於安規類被動元器件。隔離反饋採用2顆台灣億光電子1018光電耦合器。億光電子1983年成立，專注 LED 光耦等光電半導體器件。同步整流控制器同樣來自深圳 BEV， 型號是 KP4060。整流控制器驅動一顆來自重慶評委實業的 N 勾道 MOS 進行同步整流，型號是 055N10ESL。評委成立於2007年，專注電源類功率半導體產品。2顆東家電子560微法25伏固態電容，總濾波容量1120微法，形成後端的 DC-DC 所需要的低壓直流母線。
一顆適應 M8HYC 的降壓穩壓芯片，配合周邊電路為 MCU 控制部分供電。這顆適應 CA60K18 的 MCU 來自上海普冉半導體，這家公司2016年成立，產品覆蓋 Flash、EEPROM、MCU 等。來到這個電能基站的後端 3C-EA 輸出部分，4個充電口的協議及輸出控制統一採用深圳天德裕半導體的6628統一完成。天德裕2010年成立，長期圍繞移動智能終端及智能物聯領域布局。把前級直流譜線轉換成接口所需電壓的是2顆來自無錫新唐微電子的 NDP1415 降壓控制器。新唐微2015年成立，專注電源管理領域。2路同步 Buck 功率級，一共使用4顆深圳微道半導體3618 N 勾道 MOSFET。微道半導體2012年成立，長期專注功率器件研發及應用技術。每路各配1顆環形儲能電感，分別完成 C1 和 C2 的降壓轉換。2個充電口各用1顆重慶萬國半導體 7534N 功率 MOSFET， 負責接口輸出的通斷和隔離。萬國半導體2016年成立，專注功率半導體芯片製造相關業務。C1、C2 各用1顆 RM005進行輸出電流檢測，輸出濾波則使用香港東家電子330微法固態電容。C3 和 Echo 屬於低功率輸出部分，這一路採用新唐微 NDP13401KC 降壓控制器，配合1顆環形儲能電感完成 DC-DC 轉換。C3 和 Echo 的 V-Bus 控制使用2顆來自山東金島微電子的 30P50N 功率 MOSFET。金島微2013年成立，專注二极管、整流橋、MOSFET 等功率半導體。2路輸出分別使用 R010 電阻進行電流採樣。C3 口則另外配了1顆220微法的東家固態。4個 USB 接口周圍還分布了 TVS 以及 ESD 保護器件，用來處理日常拔插過程中的瞬態過壓和靜電衝擊。4個看起來很簡單的 USB 接口，後面實際仍然是一套完整的多路電壓轉換、採樣、開關和協議控制系統。最後來看頂部這塊萬向屏及 POGO 擴展接口，這一塊可以隨時磁吸拆下來的萬向屏，實際上擁有自己的輸入保護、DC-DC、LDO 主控制器及無線通信，是一套相對完整的智能顯示系統。先看適配器這一側 ，POGO 接口的電源開關使用1顆來自評委實業的 P 勾道 MOSFET， 負責屏幕供電路徑的通斷控制。POGO 底座 PCB 上還布置了4顆 TVS 二極管，對這組外露的金屬觸點進行瞬態過壓保護。萬向屏底部獨立的 POGO 轉接小板，同樣配置了 TVS 以及 ESD 防護二極管。電源進入萬向屏以後，首先通過1顆東家電子47微法固態電容進行輸入濾波，後面是1顆適應1502的降壓芯片，配合電感及周邊的容組器件完成第一階段的 DC-DC 降壓。再往後就是1顆適應 CL1117的線性穩壓 LDO， 繼續為主控及相關低壓電路提供穩定的供電。整個萬向屏的核心組件使用的是小米 MHCW-B9B-B 的無線模組。這顆 MHCW-B9B-B 本身集成了無線通信和主控能力，所以它的萬向屏顯示、交互、聯網以及智能功能，並不是全部依靠下面的適配器主板來完成的。庫萊克10號電能基站內部到底有哪些值得肯定的地方？又有哪些地方我覺得還可以繼續往上做？聽我慢慢道來。它的第一個優點就是這種3模塊相對獨立的設計思路。從外面看，插座和適配器基本就是一個完整的機身，真正拆開以後才發現，其實2個是各自獨立，再加上頂部的獨立萬向屏，實際上就是3套獨立的系統。大功率交流插座負責自己的事情，快充適配器獨立完成電能轉換，萬向屏再負責顯示和智能交互。整台機器雖然功能很多，但內部沒有全部攪在一起。第二個優點，我覺得還是延續了庫萊克一直以來的明顯的精品設計路線，從交流線材的低類組到黃銅導電條和 V0 級別的主燃 PC， 再到適配器主板的 PCB 布局、用料以及接口保護電路沒有縮水。一台電源是不是精品，並不能只看用了多貴的芯片、線材、結構、PCB、磁性器件、各種功率器件、保護以及裝配，這些東西全部放在一起後，沒有明顯短板，才是真正比較難做的地方。第3個優點就是庫萊克用戶比較熟悉的2個強項，一個是手機快充的兼容性，再一個就是輸出文波。每一期測試庫萊克產品，它對主流手機兼容性表現都很完整，文波一如既往的可以做到極品級別。拆開以後再看，主電源同步整流、多路獨立的 back、輸出固態濾波以及 PCB 的高頻回路，這
這些硬件設計也能夠和前面的測試成績對應起來。不過做到現在這個高水平以後，我反而覺得庫萊克下一步最應該考慮的不是繼續把價格往下壓，而是在現在已經不錯的基礎上，把產品往精品方向打磨。比如這次的文波已經做到了極品級，那下一代能不能繼續往神級來壓？長期滿載的熱設計能不能再留出更多的餘量？結構工藝、器件規格以及整機的一致性還能不能再進一步？因為到了今天這個階段，與其繼續捲參數、捲價格，我更希望他把這些已經做得很不錯的地方繼續夯實，真正建立起自己在高端精品電源這一檔的產品競爭力。好了，兄弟們，庫萊克10號電能基站這2期視頻做到這裡，咱們最後來總結一下。其實剛拿到這台機器的時候，我覺得它最大的特點就是功能多、插座、快充、萬向屏，再加上米家 APP 的控制，基本能把桌面上能想到的供電功能都塞了進來。但真正測試完，再把它完全拆解開以後，我對它的看法反而簡单了。庫萊克做充電類產品已經越來越有自己的一套東西，它用平時不太注意到的充電輸出品質、手機兼容、內部結構、線材和用料這些地方來吸引人。這也是為什麼我對庫萊克後面的產品反而會有更高的要求，性能再猛一點，文波再漂亮一點，長期使用再穩一點。因為一個品牌真正有競爭力，不應該只是這個價格我做得不錯，而應該是不管價格放在哪一檔，我這個東西本身就做得夠好。綜上所述，我的最終評價就是庫萊克10號電能基站，它是一台完成度很高、產品思路也很成熟的桌面電能中心，功能很多，但並不是單純為了堆功能。測試成績和內部的用料基本能夠相互對應，也延續了庫萊克重視性能和輸出品質的產品路線。如果你的桌面上同時有電腦、手機、平板以及其他的交流設備，又希望把傳統排插和一堆充電器盡可能的整合掉，那麼這台10號電能基站，我覺得是一個值得考慮的高品質桌面供電方案。測試為了了解，才是為真相，認真測載，客觀輸出。我是離火車哉，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，有你們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動力。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